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又是咱们的老朋友铁之桥出品的这个变形金刚系列。但是这一款啊，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它是孩之宝限定啊，这你受得了吗？除了说大家会觉得它是换色重涂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款是我至今把玩跟开箱到现在铁之桥系列的这个柱子哥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配色。这一款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啊，铁技巧大家都懂啊，价格还是有一点点的高，是吧？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它，整个的这个颜色的漆面，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我仔细开箱把玩的这个时候啊，研究了一下它这个漆面，我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的。我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大货啊，到手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其他问题，但是我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漆面表现包括金属涂装，我个人觉得都是这个重量也是非常称手，关节都是一些合金材料，所以所有的一些关节包括一些可动都是非常牢固的，非常不错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像我个人最喜欢的它这个漆面就在集中它的上半身这里，我们来拉近镜头来瞧一瞧。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腰部。首先它这个金属漆面表现可以看到，在灯光下这个打下来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腰封这里的这个绿色涂装完全没有任何的异色，包括再往上一点这些蓝色的一些地方小细节啊，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它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关节当然是合金件，然后这边这个轮胎它都是有一些联动，可以看到有一些幅度。我们去侧腰的时候，对吧？这轮胎都会有一些联动，这种细节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这些地方玩家很容易忽视啊，基本上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到，但是它也都有做到，而且涂装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往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胸部的这一个细节，当然两边也是可以展开，但是展开的时候当心左右两个肩胛不要去剐蹭到，像这种纯白的这种漆面啊，如果你去不小心剐蹭到的话，真的很容易看到。然后看一下胸部这些细节依然是到位，跟之前的一些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是有这个灯光的一个特效啊，在这里面。前方胸部这个透明件也是非常的透啊，不像一些劣质的材料看着会比较糊，这个透光度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来看一下头雕，这个头雕我觉得虽然说啊涂装的颜色啊用的比较少啊，非常的这个配色，但是漆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嘴巴这里的一些面罩这里，这个涂装有一些的颗粒感，看上去非常舒服。包括耳朵这两边，再看一下背后，很帅啊！脖子这里，在灯光下这个金属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我们根据镜头再来往下拉哈，看一下手臂这里。首先这两个大家都知道啊，可以有这个联动。你每次去抬手的时候要当心这两个字啊，这两个还是非常脆的，不要去磕到。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金属细节，手臂液压感的涂装也是有给你涂出来，虽然说没有一些联动。手臂色差也基本上是没有的，手型跟整个主体上面的配色都还可以。再看一下手型抽草的这个握拳手，可以看到啊，每根手指上也没有异色，除了大拇指这里啊，合膜线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明显，但问题不大。背部来看一下，当然也有一些小联动啊，特别是脊椎、腰椎这里啊，可以看一下
而且关节很硬，把玩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一点点力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腰部这里的话一样，虽然说这2块都是一个塑料件啊，但是里面会有一些些的可动，而且本次的这一个颜色涂装可以看一下，包括一直到大腿，没有糊，也没有明显的合模线啊，细节把控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背部。再往下，咱们可以看到大腿跟膝盖部分合一件，大腿这里的一些轮胎啊，都是没有任何可动的，除了腰部这里确实是有一些可动，这些是完全没有的。再看一下侧面，这里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在脚跟后面会有几个透明件，脚底也有涂装饰件。再转到正面，膝盖部分啊，这2块也是一个红色的透明件。再到这，大腿、小腿内侧也是有液压感的一个涂装，可惜没有联动。在把玩的时候，我个人要提醒各位玩家啊，脚这里的开模非常非常尖锐，这个怎么用来形容呢？就是你手不小心刮到的话，皮肯定会破。这我不知道为什么出厂的时候没有稍微去打磨一下啊，其他的地方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脚这个位置。好，外观的这个涂装啊，咱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可动到底感觉怎么样。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首先头部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看一下抬头低头的幅度，抬头低头，哎，还行啊，左右侧头也都可以，关节也是没有松松垮垮的这个呈现。然后手臂，首先它因为这2个肩胛贴的胸甲非常近啊，把玩的时候要稍微当心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会有一些些的活动空间，但是不大。后边也是不能完全的去展开啊，只是有一些些弹性嘛。来看一下手臂的这个抬举，抬举的时候啊，刚刚说过要当心，不要碰到这2个小天线啊，不然真的太容易断了。来看一下，大概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能抬得太高啊。来看一下还能不能再调，哎。看一下手臂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已经到极限了。再看一下能不能360度旋转。好，没问题。手肘部分来往下压，哦，还是非常不错啊，90度都可以往上。那基础的造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臂也有旋转的空间，哎，360度没问题，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紧啊。手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左右倾斜跟前后，还是非常不错。看一下能不能往前面拉伸啊，拉伸也有一定的幅度。来看一下背部，对不对？可以看到啊，会有一定的幅度，但空间不大。好，然后接下来胸腰可动，首先往前，幅度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啊，幅度非常小了，只能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对吧？然后来看一下左右，左右幅度不大，关节而且很紧。然后来看一下腰部旋转啊，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如果再幅度大一点的话，会剐蹭到这个腰部，个人不是非常建议啊。差不多。
往下来看一下腿部的这个可动，首先需要把这个前裙甲稍微拉一下，侧边也可以去抬一下，这两边是可以去安装武器的。好，来看一下前踢。90度没问题。哎，膝盖这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能到这样的一个幅度啊，而且里面都是有一些联动，可以看到，哎，对不对？给你设计好的，不会让你剐蹭到，还都非常舒服。好，然后来看一下侧踢啊，侧踢啊，还是非常紧。我靠，来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也有旋转，360度没问题。后踢，把后裙甲给展开，来看一下后踢的距离啊，差不多这样。基本上这些可动都是没问题的。来看一下脚部，左右、前后，前脚掌有一定的可动，后面这2块可以去单独展开。然后可以去往后踢，脚部的活动关节一般啊，而且是全身上下，我觉得是最紧的一个地方，差不多。好了，全身上下的可动就差不多都展示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它的武器配件虽然说跟之前的作品没什么区别啊，但是涂装方面还是值得看的，我们来瞧一瞧。好的，兄弟们，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的风格的话，依然是这个铁技巧的一个风格啊，磁吸的一个外包装，整体的这个包装重量依然是挺沉的啊，非常沉。我们可以看到正面的话啊，它是本次的这个主体的一个样子，这个配色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帅气的。下方啊会有产品的名称，再看一下背部啊，背部的话就是几个主体的造型，不知道这一次是单独的这个又是换色重涂，还是说一种细节的说变化啊？这边会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磁吸打开，来看一下内部的这个包装。那内部包装的话，这一面啊也是一些造型展示。可动方面啊，铁技巧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可以看到本次的这个内容物了，一共是2层啊，3层。首先可以看到本次的主体，还有一个武器配件，还有一个底座，这边又是一个武器配件。那这边还有2个脸型，后面还有一层武器配件跟手型。最后啊，经典时尚小地台，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啊。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依然是跟之前我拍的铁技巧的风格一模一样。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件都有一些什么不同，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好了，配件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明书啊。首先这说明书非常薄，第1页啊，它的这个所有的配件展示。然后就是它的可动，还有一些主体上面的这个注意事项。再看下一页啊，也是一些可动。脚部啊，它的脚部的可动啊，说明书上幅度很大，但是你现实去捏的时候很费劲啊。然后一些武器的一些安装跟一些可动。后1页就是咱们的配件搭载跟地台的一个安装啊，然后官方展示的一些动作，还有一些亮灯结构。背部造型还是做的非常不错啊，但是说明书上可以看到这里啊，感觉好像可以亮灯，但实际上是没办法亮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手型给的非常多啊，我们来看一下，近距离来瞧一瞧咱们的这个手型。首先一对握持手，
涂装也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手型我都看过啊，都还是可以，除了就是大拇指这里虹膜线会有一点点明显，但中远距离看没什么问题。好，然后又是一对握持手，2对，这边也是啊，因为它武器还是比较多的啊，配合的这个手型也是非常多，3对啊，然后依次的就是造型手了，4对啊，又是一对造型手，5对，6对啊，包括主体手上的一个握拳手就是7对手型啊，给你的造型还是非常多的，只是它没有给你全可动手，这比较可惜。好，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面罩啊，替换的这个脸，哦，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是一个战损，看一下，再拉近距离来瞧一瞧，可以看到这个战损的面罩啊，细节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包括牙齿啊，涂装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好，然后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呀，这个我觉得一般了，比较有特色的还是这一个，换上去摆造型的话也是比较帅一点啊。好，面雕就是这2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武器的配件。首先，背部的这个小背包啊，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但是这涂装也是非常 nice。首先看一下这边展开结构里面的这个金色涂装也是有做到位，喷口金属质感也还不错。啊，两边有联动，我们细节可以看到啊，它基本上这一个没有涂装的任何问题啊，这边呢，上方啊也有联动，没问题。安装是通过这2个卡扣卡在我们的主体背后，我们来看一下装上去以后主体的这个感觉啊。安装方式还是非常简单啊，通过2个卡槽给它卡进去就行了。就是比较紧啊，装的时候要用点力。哎，差不多就这样的感觉啊。这小翅膀还是比较短的啊，但装上去了以后，在侧面跟背面看还是挺帅的，对吧？而且再去搭载上武器配件的话，会更加的 nice。喷口这里都有一些联动。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其他武器配件。首先，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这一把，非常长啊。我们来看一下，跟底主体还是高一点点。虽然说是塑料件，对吧？展开结构也是有，当中也是做了一个透明件，整个开模也是比较锋利啊，特别是这边还有这边，这2边真的非常尖锐，你摸一下都有点疼。这个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塑料质感还是稍微强一点点啊，但还是挺帅。好，接下来2把斧啊，这2把斧的涂装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前方的透明件是一件浅蓝色，背后的喷口啊，包括整个漆面的金属质感也是不错啊。就是这个握把这里啊比较薄，它的这个斧头比较重，下方呢又比较薄，所以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折断。非常不错。接下来它的武器，刚刚说明书上也有展示啊，它的这个可动，就2块地方可以去动它。背后稍微有一点点延伸啊，尺寸相对来说小一点点啊。大家看，在这里给它打开，但是呢，因为它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一个软胶件，所以我们可以远距离看，它不是非常平，有一点点弯啊。像我这种强迫症，看上去就有一点点不舒服。看嘛，很弯，但是你合上去了以后还是不错的。展开的话会有一些的啊小问题吧。涂装很朴素。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2把透明件，全都是用蓝色来呈现。
我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透明件里面的这个颗粒感几乎是没有，只是开模都是比较尖锐啊，也有一些小可动。最后这一面啊，巨大的这个腹，包括这边的一些漆面，可以看到啊，我一直担心像这些喷口啊会有一些异色，这样的话就很麻烦，看上去很不舒服。但这个也是没有。下方2个啊，给你去安装。当中这一根是金属的，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坏。整个装上去了以后，整个尺寸比刚刚那把剑还要大，就是太沉。我估计握上去了以后啊，还会有一些倾斜，不会特别的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拿在下方的话，稍微有点弯，把玩的时候当心这一段不要去给它弄断了，毕竟比较薄，比较软。啊，当然也是给到了一个插这把剑的一个小地台，给你单独的去展示这一把武器。好，最后就是经典时尚小地台啊，没有什么多说的，只是这一边的这个连接器用了一个白色啊，其他的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区别。好，整体的一些配件展示啊，差不多就全部到这里了。东西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下颜色，但是质感我觉得有一定的提升。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如果你只想买一款铁技巧这个尺寸的通天晓的话，我个人把玩到现在啊，还是非常推荐这一款白色的，还是非常帅的，而且很有特点，外加有个孩之宝限定，对不对？OK， 这期节目我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